我绝对是史上最憋屈的皇帝，上有太后垂帘听政，下有权臣把控朝堂，就连皇后都光明正大养着小白脸。今天她更是在后宫跟小白脸白日宣淫不说，还要吩咐宫女让我跪在昆明宫门口听着。刚穿越而来的我哪里受得了这气，直接下令拿下皇后与权臣，诛其九族，连太后也被我一脚踩死。此时我欲挑选钦差大臣，持尚方宝剑巡视天下，肃清奸佞。礼部尚书李在元站出来，言辞恳切道：“陛下不可，陛下奸贼刚诛，余孽未除。且这10多年来，我大夏被那秦氏与陈清风祸乱，国库空虚，朝纲松懈，如今正是百废待兴之时。我大夏这些年来，虽然各地官府懈怠，但也是因为上有奸臣作祟，下面那些官员也无可奈何，算是情有可原。如今如果清算，难保不会狗急跳墙，四处作乱，得不偿失啊！陛下，臣认为如今当务之急是剪除奸贼余孽，安抚各地官府，徐徐引导，方为上策。”我缓缓看向李在元，却不说话。李在元被我盯着，感觉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一般，浑身一阵冰冷，吞了吞口水，又说道：“望陛下三思。”我冷笑道：“李尚书的意思是，朕明知那些是贪官污吏，但朕不对他们进行判罚，反而是还要奖励他们，安抚他们。你是觉得朕好欺负吗？”不敢。李在元说道：“臣只是就事论事，如果陛下非要一意孤行，臣无法阻拦，但臣也不愿意眼睁睁看着家国动荡，臣请辞。”李在元直接将官帽取了下来，放在地上。同一时间，户部尚书、工部尚书等20-30位朝堂重臣全部站了出来，请陛下三思，一个个全都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，一副为了家国天下视死如归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太傅齐安之见状不对，急忙站出来说道：“陛下，李尚书等人所言在理，如今我夏国百废待兴，外有敌国虎视眈眈，随时想要趁虚而入，的确不适合操之过急了。”我微微眯了眯眼睛，说道：“这样吧，钦差巡查只做一件事情，查各地赋税，朕也给天下官员一个机会，半个月之内主动补齐税款者，恕罪不问。”李在元竟大声说道：“陛下，10多年的赋税差额如何补得齐？这与逼他们造反有何区别？臣死谏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”当即一大群朝臣站出来，齐声喊道：“臣死谏，请陛下收回成命，那你们就去死！”我一拍桌子，腾空而起，身影瞬间出现在大殿之中，一把掐住李在元的脖子，冷声道：“娘的，给脸不要脸了，得寸进尺！真以为朕不清楚，在朕面前装什么清高？什么为了家国天下，贪污渎职，官官相护，欺压百姓，做的最多的就是你们这些世家门阀。朕本不想跟你们撕破脸皮，只要你们把贪的钱交出来，以后做事收敛点就行，竟然还敢得寸进尺，想死是吧？那朕就满足你。”在李在元惊恐的目光之中，我轻轻一捏，李在元的脖子瞬间就被捏碎，脖子一歪，直接就死了。这一下，众多朝臣都被吓住了。我冷声道：“来人，全部拖出去斩了！”当即武圣玄宗就领着一大群羽林军冲了进来。“昏君，你安敢如此！”工部尚书王云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：“你这昏君竟然敢无故斩杀朝廷重臣！”我反手一耳光，直接将王云抽倒在地，冷声道：“太原王氏是吧？好样的！你们这些世家门阀真是给脸不要脸，一个个蹬鼻子上脸。朕给你们机会了，你们不抓住，反倒来威胁朕，那你们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猖狂！”到了这时，王云直接不装了，从地上爬起来，冷声道：“狗皇帝，给脸不要脸的是你！我等世家门阀本来看着你能除掉秦氏、陈清风，有点实力，不想与你闹翻，你却如此不识好歹。陛下莫不是真以为皇帝就真的至高无上，天下都在你手中了？”工部尚书张世猛站出来说道：“陛下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哪怕是你家先祖太宗皇帝，当年雄才大略，建立夏国，也都得听我们世家门阀的话。皇帝，我们世家门阀承认你是皇帝，你才是皇帝，我们不承认，你就什么都不是。既然你要撕破脸皮，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今日你敢动我们，接下来我就不信我们各大世家门阀随时可以再打造一个新的国家，一个新的皇帝。”我冷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世家门阀果然就是王朝最大的毒瘤。”张世猛冷声道：“毒瘤？若没有我们世家门阀，你们顾家还不知道在哪个旮旯待着呢。当年你顾家先祖跪在我等世家门阀门前时，我直接一拳砸出，瞬间就将张世猛的脑袋直接打爆，甩了甩手，沉声说道：“世家门阀算个什么东西？尔等记住一句话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朕让你们活，你们才能活；朕要你们死，你们就得死。杀！”随着我一声令下，玄宗等一众高手纷纷出手，霎时间鲜血喷涌，染红金銮殿。其实在场的那些世家门阀中的官员也有不少武道高手，但是玄宗和我都是武圣巅峰的境界，还有一群大宗师强者，那些人根本没有反抗余地。陛下饶命啊！陛下与我无关啊！我不是世家门阀的人，我是被他们逼着站队的呀！陛下冤枉啊！随着羽林军大开杀戒，很多之前跟世家门阀那些人站在一起的寒门官员都慌了，他们
们都是一些寒门出身的，还有几个甚至是出身平民，只是与世家门阀走得近，觉得皇帝不敢对世家门阀下手，便与世家门阀站在一起，讨好世家门阀。可他们怎么都想不到，我竟然敢在金銮殿上直接屠杀群臣，助纣为虐，当初就该想到今日。我冷哼一声说道：“羽林君听令，今日参与逼宫之人全部满门抄斩。”陛下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呀。狗皇帝，你不得好死！昏君呢？那些官员都慌了，有的求饶，企图我能够心软；有的知道无可奈何，索性破口大骂。不过短短片刻，超过60位朝廷大臣被诛杀当场，大殿里鲜血流淌，墙壁上、柱子上到处都是鲜血。剩下那些朝臣们全都是脸色苍白，大气都不敢出一声。这一刻，他们才算是真的见识到了我这位年轻皇帝的凶残。昨天京城风云大变，这些人都有听说我的果断狠辣，但毕竟没有亲眼所见，虽有耳闻，却无法切身感受。但是现在他们都感受到了，大殿之中十分压抑，众多朝臣甚至都感觉有些喘不过气，全都低着头不敢看我。我缓缓走到大殿之上，坐到了龙椅上。大殿里一众羽林军正在清理现场，而玄宗则是直接带着军队去抄家灭族了。今日的京城风波再起，血腥再现。不多时，大殿被清理干净了，但是满朝官员却无人敢发出一点声音，连太傅齐安之都不敢动一下。太傅，我突然开口。齐安之浑身一颤，急忙道：“老臣在。”我沉声道：“继续选官，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但2条腿的官员到处都是，即刻安排。”齐安之拱手道：“臣遵旨。”沉吟了一下，齐安之还是鼓起勇气说道：“陛下，今日这事情恐怕不好收场了。世家门阀，太傅。”我打断齐安之的话，说道：“你且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了，其他的事情你无需操心。世家门阀，朕吃定了。”齐安之不敢再多言语，退到了一旁。到了这一步，这个早朝也没人敢发言了，我直接宣布退朝。当我刚到后宫时，脑海里就传来了系统的声音：“恭喜宿主晋升4阶帝皇，获得4阶配置，上品灵气玄龟盾，神功境巅峰修为，初阶宝术幻鹏术大成，王霸之气4阶，中阶宝术天清宫大成，高阶宝术不灭金身大成，神功境战斗傀儡2具，武圣傀儡10具，大宗师傀儡30具，10张战阵完整阵图，神功境妖兽坐骑1头。注：晋升5阶帝皇条件已解锁：1. 举国臣服；2. 收复失地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气海之中波涛汹涌，气海漩涡在这一刻凝固，慢慢的竟然演化成了一座小宫殿的模样，将气海之中所有真气全部吸收，然后转化成了一缕缕液态的灵力。我只是微微运转，就感受到这种灵力的强横，这比真气高了不止一个档次，就如同后天境的武者修炼到先天之后，内力转化为真气是一个道理。而我看着丹田之中的那座漂浮着的小宫殿，立马明白，难怪叫做神功境，这是一个转化的境界，从武道已经转化成了另外一种修行模式，是质的飞跃。我嘴里吐出一口浊气，心情大好，不只是我的境界提升了，这4阶的配置也强得离谱，2个神功境傀儡，10个武圣傀儡，30个大宗师傀儡，这份力量完全可以横推整个夏国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3门宝术。另外让我最迫不及待的是那一头神功境妖兽坐骑。走到大院里，我立马将妖兽坐骑召唤出来，竟然是一头通体金黄的狮子，十分巨大，有一座小房子那么大，2米高，4-5米长，若非是在皇宫中，一般院子还真装不下。它通体密布金色鳞片，如黄金铸成，散发璀璨金芒，像是一座大山般压迫人，血气滚滚，吼声如雷，惊人心魄。这黄金狮子很通灵性，一出现就跪伏在我身旁，毛茸茸的脑袋轻轻地触碰我的腿。我拍了拍黄金狮子的脑袋，说道：“你就在这待着，朕处理完事情就来找你。”黄金狮子很听话地趴在了地上，我又快速离开，一边走一边将那几10个傀儡全部召唤了出来，简单的安排了一下之后，就出了皇城，直奔陈家府邸。之前玄宗来通报过，这陈家府邸里关押着一个自称来自仙门的人。陛下此时玄宗并不在这里，但是他安排了军队把守，领头的是我召唤出来的一个大宗师。很快，我跟着那个大宗师来到了密室，就看到一个身体被10几根铁链穿透的人。我只是一眼就看出那10几根铁链非常有讲究，每一根都正好穿在那人的天地之桥7经8脉的节点上。这种控制方式，即便是神功境强者也施展不出任何修为。而这个被束缚的人也的确是个神功境强者，但是丹田已经被打碎了，没有丝毫修为在身。此人非常邋遢，头发长到拖到了地上，浑身都散发着一股恶臭，胡子也非常长，垂到了胸口，披头散发的，看不到容貌。他听到脚步声，甩了甩头发，露出2颗浑浊的眼睛，沉声道：“你就是皇帝？”此前玄宗与这人交流过，所以他知道皇帝要来见他。我点了点头，疑惑道：“你堂堂神功境，竟然沦落到这一步？”那人很是愤怒：“陈清风那个无耻小人，20年前我离开师门访亲，但是因为100多年没回家，沧海桑田，我已经找不到家在哪里了。偶然之下碰到了重伤垂死的陈
陈清风，一时心软救了他。后来我在寻找家人的途中遭遇敌人重伤，逃跑途中再一次遇到了陈清风，但我没想到此人竟会恩将仇报，得知我重伤后，竟然悄悄给我下毒，更是偷袭我，将我囚禁起来，之后想方设法毁我丹田，破我神功。我说道，他想从你嘴里得到突破武圣境的办法。那人说道，是，我不敢全都告诉他，但又怕他恼羞成怒杀了我，便时不时指点他几句。从那之后，我便一直被囚禁在这暗无天日的密室里。听你手下说，已经20年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时间也对得上。陈清风的确是在20年前才开始崛起。20年前，陈清风只是一个大宗师，虽然天赋异禀，但没有人觉得他能够成为武圣。可后来，陈清风不但成了武圣，还一路顺风顺水，成为了夏国最强的武圣。短短10年，就成为了夏国大将军，军方第1人，位高权重。所有人都知道陈清风有奇遇，但没想到他的奇遇竟然是恩将仇报。你叫什么？我问道。我叫孟清平，出自黎国。那人说道。黎国？我愣了一下，说道：130多年前，黎国就已经亡国了。如今在黎国国土上的王朝叫做楚国。孟清平说道：我知道，20年前我去楚国寻找我的家人，却得知早在100多年前，我刚离开家去仙门不久后，我的家族就被灭族了，而凶手就是如今的楚国皇室。我一怒之下就杀进皇宫去报仇，却不曾想楚国竟然有神功境高手配合阵法，我被重伤了，这才逃到了夏国境内，被陈清风那个卑鄙小人陷害了。原来如此。我又问道：仙门是什么？孟清平打量了一下我，说道：你一个凡俗皇帝了解仙门干什么？哼，你年纪轻轻就成了武圣，倒是有希望成就神功境，想了解也正常，但是我凭什么告诉你呢？我说道：我可以还你自由，你被废了修为，如果你愿意留在夏国，我还可以保证你一生荣华富贵。朕一言九鼎，说到做到。孟清平沉声道：你要是骗我怎么办？我屈指一弹，便将束缚了孟清平的10几根铁链全部弹断，说道：还你自由和荣华富贵，对于朕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，这没有骗你的必要。孟清平坐在地上，浑身都不自在，扭来扭去的说道：仙门顾名思义便是修仙者的门派，仙门其实并不是什么很隐秘的存在，在这万国疆域里，很多皇朝都与仙门有合作。之所以你们不知道，因为你们这地方太偏僻了，对于修士来说简直就是鸟不拉屎，什么修行资源都没有，根本没人愿意来这里，因此就显得仙门很神秘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仙门修士无非就是境界更高、实力更强大的武者，只不过武道是被淘汰的修行方式，而且武道最多也就只能修炼到七海境，也就是你们说的武圣境，而且真气也偏弱，远远比不得灵力。武道修行的是真气，而修行者修炼的是更高层次的灵力。我问道：武道可以转修仙？孟清平点头道：理论上是可以，但难度很大，只需要从根基上改变，将真气转变为灵力，就必须修炼出神功。想要修炼出神功，需要有强大的修行天赋、秘籍、师傅指导等等，很难，不然陈清风也不至于在武圣境10年了都原地踏步。修仙者有哪些境界？我问道。这就很多了，孟清平说道：炼体、炼气、神藏、气海、神功、洞天、真灵、神桥、列阵、尊者，整整10个境界，据说上面还有更高境界，不过那都是传说了，真不真我不知道。我在宗门里见过最强的也就是真灵境的大能，移山填海、飞天遁地，简直无所不能。另外修仙者的很多手段也非武者能够想象的。我又问道：你说的万国疆域是什么意思？是修行界对这片土地的称呼。孟清平说道：这片疆域非常浩瀚，有无数的国家，所以被称为万国疆域。据说之外还有很多疆域，有的甚至一个宗门的地界都比整个万国疆域加起来还大。当然我也只是道听途说，毕竟我连万国疆域都没走过多少。仙门很多吗？我问道。很多，孟清平说道，不过都是集中在那些修行资源充沛的地方，像你们这种贫瘠之地，别说仙门，修士都很少见了。当然即便有修士路过，你们也察觉不了，因为修士的手段真不是你们这些凡夫俗子能够想象的。比如下一瞬间，孟清平突然朝着我指了一下，脸上露出一缕笑容，说道：比如我现在就要夺你这副躯体，可你却无法反抗，这就是修士的手段。你放心，为了感激你，我会让你这副躯体成为修士。不对，你是神功境修士。我冷哼一声，体内爆发出庞大的灵力，瞬间就将孟清平震飞出去。同样震飞的还有孟清平身体里冒出来的灵魂体。砰的一声，孟清平的身体撞在铁墙上，直接被巨大的力量撞击成了一团血雾，剩下他的灵魂体惊恐地飘飞在空中。我探出手，瞬间就将灵魂体掐住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是神功修士？你既然是神功修士，你怎么会不知道仙门？孟清平惊恐大骇，我看着不断挣扎的灵魂体，能够明显感知到这是一种特殊的能量，真气对这种力量能够造成的影响很小，但是灵力的纯粹密度就正好与这种力量相匹配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要对付这灵魂体，必须是灵力，否则即便是巅峰状态的武圣，遇到这灵魂体
也无可奈何。这灵魂体的实力并不强，勉强也就和一般宗师差不多，但因为其具有的特性，如果武圣不注意被偷袭，还真有可能被吞噬中招。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！我冷声道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皇帝不要杀我，我还有用。”孟清平急忙道：“我会很多仙门宝术，宝术你知不知道？仙门才有的秘籍，比武技强大太多了。哪怕是最基础的宝术，也比天阶武技强大无数倍。我还可以帮你制作法器，法器很强大的，还有灵气。不需要。”我轻轻一捏，孟清平的灵魂体瞬间化为了飞灰。灭杀了孟清平之后，我就离开了陈家府邸。对于孟清平这人，我本来就没有太重视。从一开始，我就只是想着从孟清平那里了解一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。而至于孟清平本人，我是真打算还他自由。毕竟两人无冤无仇，而且孟清平又已经废了。如果他要留下，我也会说到做到，赐他一生荣华富贵。只是可惜，这人心思不纯，竟然还想着要夺舍我。我虽然行事风格肆无忌惮，但也不是脑子有坑。从一开始我就防备着孟清平，虽然帮孟清平解除了束缚，但在其体内留下了禁制，同样可以随时控制。只是我高估了孟清平，根本没用得着动用后手，就捏死了他。刚返回皇城，还没进城，就看到太傅齐安之急急忙忙地从皇城里跑出来，说道：“陛下，宗人府的人来了。”我眉头一皱，宗人府是一个特殊机构，由皇室宗亲组成，和一般世家大族的族老会是一样的。皇室毕竟不可能只有皇帝一脉，特别是王朝几百年下来，早就是一个大家族了。而宗人府就是专门成立来管理皇室宗亲的机构，而领头的几人便是皇室宗族的一些族老。如今宗人府里的几位族老都是夏国王爵，有的是我叔叔辈，有的还是爷爷辈，在皇室宗族里地位非常高。但我对这宗人府没有任何好感，因为这些年来我在皇宫中饱受欺凌，宗人府不是不知道，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句话，更别提帮助我，完全就是不闻不问。前几年太傅齐安之势力大减，无力再庇护我，便跑去宗人府求助，要求也不高，就是请宗人府几位亲王出面替我保存一点颜面，不要被欺负得太惨。可是就这点要求，宗人府拒绝了，他们的理由也很可笑，因为宁王太后欺负我，属于皇室内部争端，即便是我的皇位被宁王夺了，也属于皇家内部事情，他们宗人府没必要干涉，除非是有外人想要谋朝篡位，否则宗人府不会干涉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无论我怎么样，我已经是名正言顺的皇帝，宗人府就该无理由、无条件的维护皇帝的尊严和地位。可事实上，宗人府的行为截然相反。后来齐安之也知道，具体原因是因为宗人府本就是站在宁王一边，也想要扶持宁王登基上位。因为宗人府的所作所为，我对宗人府没有任何好感，对皇室宗亲也没有任何亲情可言，只是顾及原身毕竟是顾家的人，而宗人府也没有公开来找我查，我便没有理会宗人府，想着井水不犯河水就好。我没想到宗人府会来找我，我问道：“来的哪些人想要干什么？”齐安之说道：“是端亲王、纯亲王、河间郡王、琅琊郡王4位，他们是为了今日早朝您公然斩杀世家门阀的官员一事而来。”我点了点头，便进了皇城。很快我来到一座大殿中，刚一进门就看到4个人坐在里面，2个年逾古稀的老者，还有2个50岁左右的中年人。那2位老者是我爷爷辈的人，而那2个中年人则是叔叔辈的王爵。皇帝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我刚一进门，端亲王就狠狠拄着龙头拐杖，吹胡子瞪眼道：“你怎么敢的？你竟然当朝斩杀朝廷重臣，你疯了吗？”我背负着双手，看向那满头白发的端亲王，沉声道：“端亲王，朕如何行事，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，气上我也！”端亲王愤怒地指着我呵斥道：“你数典忘祖，你这是要置我们顾家江山于灭亡，你有亡国之想，你100年之后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？我打死你个不孝的东西！”端亲王骂得兴起，竟然举起拐杖就朝着我砸了过来，砰的一声，拐杖砸到了我的护体灵气上，直接被震碎了。端亲王一个趔趄倒在了椅子上，气得破口大骂：“你个不孝的东西，给朕闭嘴！”我一巴掌抽在端亲王脸上，直接将端亲王抽飞了几颗牙齿，嘴里冒出鲜血。我冷声道：“再敢骂一句，朕把你脑袋拧下来！”端亲王气急，却没敢再说话。一旁的纯亲王站出来说道：“皇帝，端王兄乃是你叔祖，你怎可如此？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！”我直接打断，冷声道：“如果你们是来刷存在感，无事找事，朕马上让人把你们丢出去！”几位宗亲看到我这态度，脸色都很是难看。纯亲王沉默了一会，强忍着怒意说道：“皇帝，我们今日来找你是为了一件事情，你必须马上释放你今天抓捕的那些世家门阀的人。你已经杀了一大批世家门阀官员，已经是惹下了大祸，但尚且还有转圜的余地。毕竟那些官员的确是当场辱骂了陛下，到时候跟世家门阀求求情，让出点利益，还能够把事情压下去。但你若是真大开杀戒，把你抓捕的那上千人全部杀了，那就没退路了，世家门阀的颜面都挂不住。”我瞳孔微微收缩，闪过一丝冷光，说道：“世家门阀的颜面都挂不住，那朕的颜面就能够兜得住了吗？朕
朕已经抓了人，却又把人放了，朕的颜面何存？你的颜面能比得上顾家江山重要吗？被打了一巴掌的端亲王怒道：更何况你有什么颜面？你这是要当亡国之君，你也配谈颜面？老东西，你找死！我一把掐住端亲王的脖子提了起来，说道：老东西，我念在你跟我一个姓的份上，一再忍让，你还得寸进尺是吧？我看你是活腻了，我刚刚已经警告过你，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把你脑袋拧下来，真当朕跟你说着玩呢。这一幕把另外3位宗亲都吓住了，3人全都慌忙后退，看着端亲王死不瞑目的表情。纯亲王深吸了一口气，指着我说道：大逆不道，你竟然杀了端王兄，他可是你叔祖，即便是先皇在世，也对他恭敬有加。我一定要召集宗亲会，罢黜你。河间郡王也开口说道：陛下，你疯了，你已经得罪了天下世家门阀，你现在还如此倒行逆施，天下再无你的容身之所。倒行逆施？我冷声道：朕乃一国之君，9五之尊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对朕指手画脚？倒行逆施的人是你们。顿了顿，我眼中闪过杀意，说道：我想起来了，你们好像一直都是在支持宁王那个废物，一直都想找合适的机会把朕赶下皇位，扶持宁王登基。很好很好，既然如此，朕就送你们都去见宁王吧。我毫不掩饰的杀意让3位宗亲都害怕了。琅琊郡王急忙道：皇帝，你误会了，我们只是一心想稳固我顾家江山，当初宁王的确比你更适合当皇帝，他背后有太后，有大将军，他当皇帝更能稳固皇权，我们并非是针对你，这并不妨碍朕现在要杀了你们。我缓步走向3位宗亲，说道：这些年里，你们但凡是有一个人念及同族之情，帮过朕一点点，朕都不至于如此反感你们宗人府。当初先皇去世，留下遗诏让朕当皇帝，那时候我才8岁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身后也没有任何势力，从小也不受宠爱。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当皇帝，我是拒绝的。可就是你们宗人府为了稳定朝堂局势，不顾太后的反对，硬是要遵循遗诏让朕登基。可事后呢，朝堂局势稳定了，你们就不管朕的死活了，需要用朕的时候就拉出来，不需要了就一脚踢开。你们这过河拆桥的手段玩得也很不错，这些年朕饱受折磨，都是拜你们所赐。你们可有半分愧疚之心？即便如此，朕也不打算清算你们。可偏偏你们真是不识好歹，得寸进尺，竟然还敢来找朕的麻烦，还让朕去给世家门阀服软。在你们看来，朕真就是可随意欺辱、任由你们拿捏的软柿子是吧？还要罢黜朕，谁给你们的脸？我4阶帝皇的霸气全开，压迫的3位宗亲戚都喘不过气。几人看着我的气势，额头上都冒出了冷汗。辈分最高的纯亲王结结巴巴道：皇帝，这中间有误会，我们也是为了顾家江山。顾家江山，从昨天开始，这大夏江山就不是顾家的江山了，而是我一个人的江山。我冷声道：若是你们宗人府安分守己，朕也不计较，可你们真的很不知趣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都去死吧。纯亲王大惊道：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灭了宗人府。我话音一落，随手一挥，一道灵力斩出，霎时间3颗人头滚落。随即我一转身喊道：来人，给我抄了宗人府，然后彻查所有顾家宗亲，但凡有违法乱纪者，杀无赦。当即已经被我安排进羽林军的3个武圣傀儡就开始召集羽林军。就在这时候，一道虚影快速出现，正是被我安排去调查影龙卫的影一。此时的影一竟然身受重伤，单膝跪地道：陛下，宗人府内有武圣隐藏，疑似影龙卫之人。影一吐了2口血，说道：臣一时不察，泄露气息，被一位武圣重伤，若不是您派来武圣相助，臣恐怕就栽在宗人府了。我度了一道灵力，替影一安抚住伤势。今早我召唤出10个武圣傀儡后，就立马安排了1个武圣去帮助影一调查影龙卫。没想到这个临时举动还救了影一一命。这影一是我第1个召唤的傀儡，虽然实力现在已经在我手下排不上名号，但情感是不一样的。好一个宗人府！我脸色一沉，说道：原来影龙卫一直都在，却一直不交给朕，眼睁睁看着朕受这么多年欺辱，这宗人府真是该死。那朕就亲自去一趟，会这宗人府。宗人府位于京郊，这宗人府虽然是一个朝廷册封的机构，但与正常的机构不一样，严格来说，就是顾家一族的嫡系族人生活的地方。远远看去，就像是一座小型城池，而且是十分繁华的城镇。一座座豪华的庄园毗邻而建，依山傍水，好一个风水宝地。此时，一座庄园里，一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老者走进了一间密室。这老者穿着一身素衣，身材佝偻，白发苍苍，随便放在哪里都会被人当成是一个迟暮老人。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毫不起眼的老者，竟然一招就将影一重伤了，更是与赶来驰援影一的武圣对碰了好几招，都不落下风。这老者便是影龙卫统领之一，代号朱雀。朱雀来到密室外恭敬行礼，说道：陛下，皇城内那位天启皇帝应该是发现了什么，刚刚已经派人来调查，被微臣击退了。空气中非常安静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一个身着龙袍的中年男子缓缓从密室中走了出来。
此人在眉宇之间竟然与我有8分相似。如果是朝中老臣在这里，恐怕会吓得亡魂大冒，因为此人便是12年前就已经暴毙的先皇昭武帝。昭武帝神色淡漠，缓缓开口道：“朕倒是失算了，当初专门选择一个无权无势、能力平庸的皇子登基，倒是成了变数，竟然短短1-2天就把京城搞成了这样。”昭武帝沉默了一会，问道：“查清楚天启帝背后的势力了吗？”朱雀摇头道：“恕臣无能，并没有能够查清天启皇帝背后的势力，综合各方面推测得出的结果，有些难以置信。”怎么说？昭武帝问道。天启帝忍辱负重，卧薪尝胆，伪装了10多年。他本是一个修炼天赋非常强大的天才，这些年一直在伪装，暗中培养和招揽了一批高手，一直在谋求合适的时机。朱雀说道：“这就是影龙卫调查出来的结果。”昭武帝沉吟了一会，说道：“倒也无妨，怎么说都是朕的儿子，只是这逆子太嚣张了，刚刚得势就膨胀了。即便是朕现在都没把握对付世家门阀，他却不知死。”